大家，今天是我们在采尔马特小镇的第2天。昨天爬山有点累，所以今天早晨都在休息。然后今天下午的行程是我们要去五湖徒步。五湖徒步是什么意思呢？是马特洪峰山下面有5个湖泊，那我们会围绕着那5个湖泊进行徒步，绕一个圈。我们要从采马特小镇这个火车站出发，先搭一程，是那个叫什么车啊？应该不是火车吧？是火车吧？哦，就我们要先搭一程的交通到有一个叫萨尼嘎的地方，对。然后我从萨尼嘎再去搭缆车到一个Blauhold，那个地方是我们今天五湖徒步的起点。你准备好徒步了吗？我说你准备好徒步了吗？我都准备了大半天了。哪有啊？你明明花时间去买 souvenir 好不好？那我也在准备啊。我们应该在这边搭咯。不是，要走过去那边，要走400米左右。哦。昨天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搭的火车上的 Gorner Grat 那个观景台，然后今天我们去五湖徒步的话，会经过这个站，但是我们要往右边这边走。刚刚呢就跟我朋友聊天了，就我们的想法跟感受是，瑞士这个地方其实要慢一点，就是每个城市呢稍微多待几天，或者小镇了多待几天，慢慢的休息加上欣赏风景。像我们的行程实在太赶了，我们在每个城市或者说每个小镇只逗留2天的时间，实在太赶了。然后2天时间我们都安排得非常的满，就是该爬山爬山，该去看景点该去看景点。其实我们并没有很慢的去欣赏这些漂亮的自然景观，因为时间真的有限嘛，所以我们会建议将来瑞士的朋友在这边可以稍微多待几天，比方说你在这个采尔马特小镇可以待上个3到4天呢，不要像我们这么赶，可以慢慢的欣赏这边小镇周围的这些自然风光。我们觉得这样会更加的玩得更加轻松并且愉快一些。我已经看到了，你看就在那边，萨尼嘎跟 Blauhold。大家，我们现在在去萨尼嘎的这辆有点像火车又有点像缆车的交通工具上，然后 staff 告诉我们，因为从五湖徒步的终点回到采尔马特小镇的话，最晚的班车是6点钟。那我们徒步的路线总共是要3个小时的，因为现在已经超过3点钟了，所以我们没可能赶上最后那趟车回来采尔马特，所以那个 staff 就没有把那个五湖徒步的那张来回票卖给我们，就只卖给了我们从萨尼嘎来回的票。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只能在萨尼嘎那个站周围徒下步吧，然后搭6点钟最后那一班车回来。大家，我们刚刚在萨尼嘎这个站买了缆车去 Blauhold， 搭缆车来回，那边的缆车最晚是5点钟，所以我们还有1个半的小时可以在Blauhold 那边逛一下。OK， nice。我们要出发啦！这个缆车是往上走的。Close your eyes, get out of your skin. Only this matters, let it in. If I could, I would be right here with you.
今天那个马特洪峰跟昨天是一样的，也是有一片云遮挡的，好奇怪啊。这个还蛮有趣的。哎，这个又是那个卡丁车。我们刚刚到 Blockhead 的这个站哦，它这边有2条徒步路径，一个叫 Flower Trail， 另外一个是 Five Lakes Walk， 不同的，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看一下，我们查一下，看一下能去走哪条路线。我们商量后决定先去第一个湖边逛，第一个湖是比较经典的，叫 Steady Sea， 然后看看我们到底能走到。是否能走到第2个湖？因为我们时间真的非常有限。是这边，它的标志还是很清晰的，给大家看一下，非常清晰的标志。嗨，so cute。我还特意带了我的登山杖，因为知道。这次来瑞士主要是为了看风景跟徒步，所以今天这个5湖徒步的路线，这条登山杖应该可以帮到我很多忙。Rainy days don't seem so wet. 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you were worth the wait. Oh, this could be the best thing that I'll ever know. Talk for hours and never slept. 2 silhouettes on the concrete steps. We watched the sun as it slowly crept from the horizon to the place we met. 大家，我们已经到第1个湖了 ，Steady Sea， 这是最经典的湖，就是从那个Blockhead 走过来很近的，大概就走了几分钟，不到10分钟吧，可能10分钟的样子，就已经看到这个湖了，真的超近的。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说话。大家，我们到5湖徒步的第1个湖了，这个湖叫 Steady Sea。那sea 应该在那个德文当中就是湖的意思吧？因为我们看到它这边每一个湖的名字都是以一个 sea 作为题目。然后分享一下这个湖吧。这个湖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在这一片比较贫瘠的地貌当中，会比较特别，因为四周都是有点像荒山，它没有树木，也都是一些岩石、沙子之类的，所以可能这个湖在这片比较贫瘠的地貌当中，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我的分享完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好了，现在就跟着我专心看景色吧，看第一个。那边的小野花是不是有照？其实这个湖也不小，对吧？只是刚刚有些地方没有拍到。大家，这边就是第1个湖啦，等一下就这样圈。来，给我一下。你看，你把鱼都吓走了。
我们刚刚商量了一下，在第一个湖 Staleysea 这边呢，可以徒步到第二个湖是 Leigh-Sea 的，大概 Google Map check 完之后呢，大概是48分钟，这边写着是55分钟啦。那我们走得快，可能40多分钟肯定走到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这边徒步到第二个湖，因为那个湖呢比较靠近 Saniga 那个车站，可以从那边搭车到采尔马特，那么我们就可以赶上6点钟那趟车。标记。昨天看的吗？什么？这是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对啊，那边也是我们昨天在那个Gorney Grat 那个站看的。对。你看山上那些冰川、雪山，我们离得更近了。大家，我们已经回到 Blauherd 这个缆车站了，真的蛮轻松的，来回可能就半小时吧，可能都不需要，因为我们中间有休息拍照嘛哦。然后现在我们是要徒步到 Leigh-Sea 另外一个湖，因为我们不打算在这边搭缆车，搭缆车去 Saniga 那个站了，想要徒步去 Leigh-Sea 那个湖那边。这边徒步过去应该蛮近的，刚刚有查过路线。哇，这条路还是不太好走的，小心哦。OK， 搞定。大家，我们还是决定搭缆车回到那个 Saniga 那个站，想要在那个 Saniga 那个站稍微多逗留一点时间。因为它最后一班车回到采尔马特是6点钟了，所以我们搭缆车下去会快一点，比我们徒步要省很多时间。我们刚刚又回到了 Blauherd 这个站，这个缆车站，然后现在去Saniga 这个站附近的 Leigh-Sea 去逛一下，最后一个湖了。就是我们在缆车上已经看过了，这个湖也没有很特别，而且从远处看湖水好像不太干净。就在我的前方，给大家看一眼。
去彼此之间去竞争啊之类的？不需要啊，就是已经在过一种没有压力的生活了，我干嘛还要给自己制造更多的压力呢？对啊，更注重精神层面的生活的品质啊，还有你心理上的健康呢，这些。啊，这些植被也蛮好看的，紫色的小花。哇，这边好看呢，我喜欢这边。我们往上面走，看一下。这是一个完美的观景点，给大家看一下我正前方的景色吧。我们是沿着这边绕的，对。其实这个湖呢，也有另外一番风味吧。它这边的话就植被比较丰富了。对，然后人也多一点点，娱乐的项目也多一些。然后那个湖会更加自然。所以还是各有各的好吧。那我们现在起码是有逛了2个湖了嘛。我们湖刚搭来一个，就是有看到其他湖。有吗？我没有看到有，我就是看到这2个，可能其他都太小了吧。你看，就这些很脏，这个湖面上的东西啊。对呀，我就说了嘛，这个湖不太干净。对。就其他湖可能就在这里接驳的吧。好了。过年的一些东西啊，记录下来。我那些素材呢，大部分呢其实就是，就我们亲戚啊他们拍的嘛，他就发在群里面，有些也是我拍的，然后我就把它剪辑在一起，就每次去看的时候，觉得还是，就会很勾起很多回忆吧。我们刚看到远处这些羊，以为是真的羊，然后走过来看，全部都是假的羊。舒服吗？你晚上可以在这里睡觉了。然后你就想，你可以一个人挂在一张床上。对啊。今晚你也睡在这里吧，好不好？但是我怕被冻死。我给你送被子上来。送被子上来也不行啊，这个保这边应该晚上好冷。多加几床被子。然后你明天就来收拾了。这个方向更好一点，可以看到整个湖。如果今天晚上你睡在这里，可能明天晚上你还想睡在这里。你发现非常的惬意，而且又是免费的。希望我能够好想就这么躺平。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有躺平的想法？你是在中国，你怎么可以做到躺平？尤其你又在香港，我没有躺平，手停口停。你想一下，你怎么负担得起你的房租？除非你回老家陪你爸妈，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说得很现实？手停口停吧，你总结很到位。我无话可说。
对啊，尤其你在香港。好吧，起来吧，回到现实吧。我现在 Lacy 这个湖旁边躺一下，望一下远方的马特洪峰，感受一下湖边的景色，然后把我昨天在 Coop 买的这个小饼干，可爱的小饼干吃掉。什么？那个小船吗？对啊。让你去玩一下。那位大哥要去玩一下这个，独木舟，童心未泯。好玩吗？好玩啊！你要试一下吗？我不用了，我就在这边晒太阳就好了。现在是下午的6点05分，我们刚刚搭缆车从三里港那个站回到了采尔马特。今天五湖徒步的行程就这样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徒步到5个湖，我们只徒步了2个湖吧。就第一个 Sally Sea， 然后跟最后一个 Lacy， 剩下3个没有去，因为时间真的不够了。因为这边的缆车关闭时间挺早的，Blauhold 那个站更早，5点10分就关掉了。然后下面这个三里港到采尔马特这个站是6点钟就关掉了，所以如果要徒步5湖的话，至少要预留就去跟回来3个小时的时间，不然的话时间是不够的。就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如果之后大家想来这边徒步5湖的话。那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结束了。今天是我们在采尔马特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然后晚上我们会去看一下小镇的夜景，所以先要去找一点吃的东西。大家，我们从5湖徒步结束回来之后，就去 Coop 超市买了我们的晚餐。我是买了杯面啊，然后他买了烤鸡，对，烤鸡 Coop 的烤鸡也蛮好吃的。其实这些食物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瑞士待的6天就是常常吃的食物了，因为瑞士的物价实在太贵了，真的太贵了，所以只能去超市买一些速食，节约一下旅行的成本，对。但是也还不错啊，你看，我们还有一些牛奶跟果汁，而且我们现在在 hotel 的这个小阳台，还蛮有氛围感的。那边是可以看到一点点马特洪峰的。昨天我们没有赶上日落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又来这个观景点来看一下，这个小镇从白天的样子变到晚上的样子，这个过程。现在是7点47分，这边日落的时间是8点20。我身后的小镇呢，还没有进入到晚上的状态，所以很多灯都没有打开。那等一下，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温柔、很温馨。好吧，我不知道这个描述对不对。